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掠夺了多达6000余吨的黄金和无数的珍宝，因为其丧失至海权而无法运回日本本土。这些没有来得及运回日本的大宗黄金财宝，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凤文，真的将这些财富全部在当地掩埋了吗？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宝藏能否重见天日？欢迎收看进阶的马克马来之虎的宝藏。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了尾声，太平洋战场的局势也越来越清晰。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全面受到遏制，美军在菲律宾、马来亚一带已经部署了先头力量。1月9日，美军中将沃尔特·克鲁格已经率领美军在仁爱湾登陆，美军名将麦克阿瑟在后方率领20万人作为后备，一场大仗已经拉开了帷幕。1月31日，美军又有2个师已经实施了抢滩登陆。3月，美军将马尼拉攻陷；4月，美军进攻了碧瑶市。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任日军大将的山下奉文开始紧急转移在战争期间掠夺到的巨额财宝。根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中日本从中国、印度、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竭尽全力的搜刮和掠夺，有总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各种金银珠宝，而且全部被日军收入囊中。其中黄金就有6000吨，工业钻石有50万克拉，各种珠宝玉器、珍贵文物更是不计其数。仅在1945年3月，他们一次就从印度支那银行掠取了将近8亿比萨塔的巨款。谈起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掠夺的财富，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日军大将山下奉文。被他抢劫的对象除了日本侵略的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教堂、寺庙、银行、公司及其地下经济团体。有人说，所有的东南亚藏金也都应该属于他的一手杰作。山下奉文出生于日本高知县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一路求学，经历了高知海南学校、广岛陆军少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最后到陆军大学。1937年的77事变后，山下奉文作为5位精英到中国参战，凭借残忍的暴行很快获得了军部的赏识，迅速的晋升为中将。1941年的11月，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12月8日午夜，山下奉文率领日军没有遭到任何的阻拦，不费一兵一卒便在马来亚上岸。3个月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守军便缴械投降，山下奉文也由此获得马来之虎的称号。其实早在1940年，裕仁天皇就已经下达过命令，让远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将掠夺所得悉数运回本土，以便在国家需要之时为之所用。日本军队利用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长野县的群山之中挖掘了庞大的地下宝库，用于储存这些宝藏。随后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便将这些人全部杀害。从1942年开始，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劣势已经凸显，美国海军控制了东南亚制海权，大量的日本运输船在返航途中被美军鱼雷送入了海里。传说中著名的给养船阿波王号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美军击沉。之后由于美国海军加大了海上巡逻力度，使得日本掠夺了海量金银财宝完全无法从海运运回国内。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希望与盟国有条件的达成停战协议，以便在战后继续占领菲律宾地区，将这些财宝运回日本。但是时局紧迫，后续的战争发展一切都在日军的控制之外。此时日本当局为了保护掠夺所得的财宝安全，成立了秘密护保组织300河，其领导者是当时日本皇室的德亲王竹田宫衡。他们利用卡车将这些财宝运送到碧瑶市的本哥个空区，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山里，他们强迫着盟军战俘开挖了大量的秘密隧道和藏宝洞，将财宝秘密地藏在了其中，并用水泥封上，随后便杀害了所有的施工人员。有人统计，仅在碧瑶市的丛林之中，1943年到1944年间，被活埋或者杀害的战俘至少在3000人以上。而护保组织300河最终登记注册的藏宝地点，仅分布在菲律宾境内的就有超过170多处以上。其实在这里大家也会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日本不在战胜之时就将财宝运回到日本国内，
非要等到战争打得不行了才想起来运送黄金。这里也希望大家将自己不同的见解发表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内，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但是随着1945年美军逼近菲律宾，日本和谈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对这些宝藏做最后的处理。那么山下奉文是如何处理没有来得及运回日本的黄金宝物？后来又是谁发现了这笔庞大的财宝？欢迎继续收看进阶的马克马来之虎宝藏之谜。5月，日军大将山下奉文安排工程师们在吕宋岛的深山里挖成了距离地面有67米深的地道，并命名为8号地道，并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那个地道里整齐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金条，所有的工作都做得恐怖而不留痕迹。正当最后一位巨大的宝藏隧道完成的时候，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山下奉文大将和皇族成员们偷偷溜出了8号地道，起爆了威力极大的炸药，封闭住了所有的通道出口。工程人员与财宝一起就这样被埋葬，这样那些藏宝地点就成了外人根本无法知道的秘密。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为后来的发现宝藏带来了转机。3个月后，山下奉文便向美军投降。山下奉文因犯有战争罪被审判，审判他的美国官员设法在审判中获取日本在菲律宾埋有财宝的秘密，而山下奉文却坚决不肯吐露这些秘密。这时的大众也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他还没有来得及运回日本的大宗金银财宝。那么这些宝藏被运到了哪里去了呢？其实在菲律宾吕宋岛深山里炸死的工程师和施工人员之外，有一个名叫本·莫尔沃里斯的幸存者。此人是菲律宾人，曾给明治天皇的孙子武田王子当过男仆，而武田王子恰恰是藏宝系列行动的负责人之一。在炸毁隧道入口之前，武田王子通知本·莫尔沃里斯提前离开。后来美国找到当年的这位幸存者，通过此人得知菲律宾是日本重要的藏金地点。接着美国情报官员罗曼拉找到了山下奉文的随军司机小岛少佐，罗曼拉指控小岛犯有虐待罪，并把他秘密抓捕，并从其嘴中挖出日本人在菲律宾藏宝的秘密。在罗曼拉多次诱导下，小岛于1945年10月上旬说出了藏宝的秘密，并带罗曼拉到了12个藏宝地点，之后陆续找到了更多的宝藏。美国人悄悄挖走了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金砖、白银和钻石。美国战后获取的最多的黄金就是在菲律宾的圣罗马纳。一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菲律宾游击队在一起，无意间发现了日军把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了一个山洞中，然后炸毁洞口，把出口封死。这位美国少校记住了这个藏宝的地点。战后挖开山洞，所有的箱子都是满满的黄金。从1945年到1948年，这批价值约几百亿美元的黄金先后被运送回国。这批黄金最后分别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战略情报局在瑞士联合银行以兰斯戴尔名义存入了上百亿美元的黄金，成为美国总统和中情局管理的账外资金。有报告显示，还有一部分黄金中饱了美国人的侍郎。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了黄金账目，数目有近100吨之巨。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也有7.5吨的黄金。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马来之虎山下奉文所藏宝藏的9牛1毛而已。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金银财宝到底还有多少？也许这会是一个不解之谜。不过从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美国频繁到菲律宾进行活动，让菲律宾总统马斯科意识到菲律宾境内一定还存有不菲的黄金，于是多次秘密进行官方的开采挖掘，并中饱私囊。马克思在瑞士银行存有数额巨大的黄金，还给自己的亲密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兰·哈夏吉一大笔黄金。马克思及其代理人经常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的黄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多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要多。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克思的黄金价值约上百亿美元。不过马克思总统在1986年被推翻之后，黄金被迫转交到了美国。为了运回这些黄金，
美国甚至还动用了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世纪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1970年，菲律宾探险家协会主席罗赫利奥·罗哈斯拿到了一张日本人的藏宝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后，他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价值1300多万美元的黄金钻石手链，以及一尊重约1吨的纯金佛像，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的稀世珍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闻知此事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一片哗然。后来马克思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后来就超过6亿美元。然而这些财宝对于日军在二战中掠夺那笔财富来说，又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下奉文在东南亚藏有大量黄金的传说不断被公众提及，许许多多的探宝者也都在寻找的路上，但获得的收益却寥寥不及。那么除了已经被公开出来的已经找到了黄金珍宝，剩下的宝藏都到哪里去了呢？战后很多历史学家都在猜测，天皇在战后之所以幸免审判，也许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以这笔宝藏为筹码，换取了美国高层的网开一面。这价值几千亿美元的宝藏，也许早早就已经被美国纳入囊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山下奉文的宝藏到底去了哪里？也许真相终会有一天大白于天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进阶的马克，让我们探寻历史的秘密。咱们下期再见。